去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的仁爱礁与黄岩岛海域不断碰瓷中方执法力量，持续导致地区局势紧张。近日，菲律宾再将触手伸向仙槟礁，企图以所谓运送补给、组织渔船挑衅等方式复制仁爱礁的坐滩闹剧。4号晚间，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对此发表谈话，强调中国海警将一如既往在管辖海域维权执法，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甘宇表示，3号以来，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巡逻艇和多艘渔船先后聚集在非法滞留仙槟礁的非海警9701号船附近海域活动，中国海警全程依法跟监，有效管控。甘宇强调，中国对包括仙槟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方船只滞留仙槟礁，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将一如既往在管辖海域维权执法，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外界注意到，尽管菲律宾政府对外声称聚集活动是应渔业和水产资源局要求为菲律宾渔船补给燃料，但根据非海岸警卫队发布的视频片段显示，所谓的补给现场戒备森严，菲方更是出动快艇企图阻止中国海警的监视和管控。有观察指出，这是菲方让本国渔船加入挑衅行列的惯用手段，其意图就是非法侵占中国仙槟礁渔场。今年4月，菲律宾方面以所谓确保中国不会在仙槟礁填海造地为借口，派遣海岸警卫队9701号巡逻舰抵达仙槟礁活动，并非法锚泊在中国仙槟礁相关海域。截至目前，已非法滞留超100天。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非海警9701舰全名为特里萨·马格巴努亚号，由日本2018年为菲律宾免费建造，此前曾长期停泊在巴拉望岛。作为菲律宾海警吨位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巡逻舰，9701舰被非海警视为掌上明珠。去年11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菲期间，菲方还特意安排其登船参观，并向岸田赠送了菲律宾海警涂装的9701船模型。不过，有观察指，菲方或企图借此船在中国仙槟礁复制坐滩戏码。今年5月开始，非海警动用多艘船只，采用轮流非法侵闯的方式，对9701舰进行补给活动和人员轮换。中国海警全程跟监管控。6月，菲方还举行了该船指挥权的交接仪式，显示出菲方妄图在仙槟礁打持久战。7月，菲方再次非法侵闯仙槟礁，有媒体就曝光现场图像显示，非船只除了通过软管为9701舰补油、补水和食物外，还试图向非法滞留的仙槟礁的非海警船只调运蓝色桶状物，运送遮掩的神秘箱型物件和疑似水泥的建筑材料。仙槟礁与仁爱礁的距离在100公里以内，是非海警非法侵闯仁爱礁的必经之路，同时也被菲方视为搅局南海的重要军事前哨。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根据中菲双边外交部公告，中方同菲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磋商，并就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双方同意共同管控海上分歧，推动南海局势降温。有分析就指出，菲律宾在这一时间点将重心转至仙槟礁，有另辟战线之嫌，显示出菲方希望保持当前南海局势的热度，从而继续在国际上搞舆论战。按照菲方一贯的这个行事作风呢，他们肯定不会就此呢轻易的放弃。这一次呢，菲方企图在仙槟礁复制在仁爱礁上非法坐滩的这种行径，那么其实呢也暴露出菲方呢还是会继续在南海问题上面挑衅生事。菲方希望呢扩大这种事端的范围啊，不仅是在仁爱礁进行这种挑衅活动，那么给中方呢制造更大的麻烦。另一方面，在南海局势持续紧张之际，菲方正企图拉拢更多域外国家搅局南海。4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马尼拉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晤，这是历史上德国防长首度到访菲律宾。双方承诺建立长期军事合作关系，包括扩展训练合作与双边交流，探索扩大双边军备武器合作以及开展联合项目的机会。据德国国防部网站4号消息，德国海军将于9月初前往马尼拉进行港口访问，并预计将与一个或多个伙伴国进行演习。
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与防长刚刚在马尼拉出席美菲2+2会议，并宣布一项前所未有的高达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此外，还在军事信息共享方面与菲方达成共识。有分析认为，德国在亚太地区刷存在感的本质是为迎合美国印太战略。在访菲前，皮斯托里乌斯已相继访问美国夏威夷和韩国。在韩期间，皮斯托里乌斯提出，德国应该更多参与印太事务，被外界视为向华盛顿发出的明确信号。德国呢，追随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啊，进行一系列的操作。我想呢，这个也都是在意料之中的。而且呢，德国在这方面呢，其实还是在欧盟国家之中呢，还是比较活跃的。而且它确实的派了军舰来南海地区、来亚太地区。至于菲方呢，我想他的思路呢，其实还是以往的这种惯用的套路，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呢对他提供这种所谓的安全保证，进行所谓的安全合作，它会越安全。这个呢是菲方的一厢情愿。虽然中菲就南海有关问题达成了临时协议，但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的动作并未收手。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显然呢，在南海，菲律宾扮演了欧美代理人的这种角色。菲律宾在东南亚国家中的角色是比较特殊的，它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虽然呢已经独立，但是美菲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有人怀疑呢，菲律宾的政治精英是不是被美国所控制。即便如此，菲律宾也要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美菲军事合作并不是菲律宾的护身符。美国将菲律宾视为遏制中国的棋子，同时菲律宾长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支点，持续在菲律宾进行投资。菲律宾向美国开放了多个军事基地，在中菲关系比较缓和之际，美国自己会冲在南海的第一线，但是呢，中菲关系紧张的时候，美国则扮演幕后操纵者的角色。最近几年，欧洲在东南亚的投入也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国家认为，欧洲的安全与亚太局势是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中欧关系有了更多的战略属性。在中美欧三角关系中，除了经济贸易之外呢，也不得不更多的去考虑战略与安全的议题。4号，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又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死神无人机，是自去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宣称击落的第7架美军同款无人机。同时，胡塞武装还对美国相关商船持续进行袭击。那么，此举将如何加剧红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又给本就动荡的中东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变数？来看报道。تمكنت قوات الدفاع الجوي في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فضل الله تعالى من إسقاط طائرة أمريكية النوع MQ-9 وذلك أثناء قيامها بأعمال عدائية في أجواء محافظة صادة。胡塞武装4号发布视频展示无人机残骸。新华社引述该组织发言人的声明称，这架无人机当时正在执行针对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但声明并未透露击落无人机具体时间，宣称这是该组织自去年10月以来第7次击落同款无人机。目前，美国军方暂未就此消息表态。MQ-9属于察打一体无人机，是美国空军的主力无人机型，每架造价高达约3000万美元。它可以连续巡航近27小时，飞行高度可超过15000米，并且拥有大量的传感器、多模通信套件以及部分精确武器，既可执行侦察监视任务，也可挂载导弹打击地面目标。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实际使用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研制的卡伯地对空导弹系统的改进型，击落了这架美军无人机。也门曾于上世纪获得大批卡伯导弹，胡塞武装将其改造成菲特1型导弹。今年5月底，胡塞武装也是使用此款导弹成功击落美军的一架死神无人机。菲特1防空导弹的飞行速度高达2.2马赫，相比之下 MQ-9 无人机巡航速度只有每小时300公里左右，且缺乏独立自卫能力。如果胡塞武装的雷达能够提前发现目标，击落 MQ-9 无人机，从技术上来说不算困难。死神无人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自我的这样的一个防护能力是比较弱的，特别是死神无人机，它实际上是一个中低速的飞行器。那么一旦当它降低高度，或者是飞入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个防空识别区的时候，那么就极容易成为胡塞武装打击的这样的目标。那么胡塞通过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防空武器的相关的运用，包括像一些
地区的其他它的盟伴来为它提供的一些更加先进的这样的防空武器，都有可能将死神无人机最终击落下来。也门胡塞武装总兵力约10万人，是建立了包括陆、海、空军在内的正规军事力量，装备有坦克、步战车等重型武器装备，拥有多种射程的导弹和多型号的无人机。去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导致外溢效应后，胡塞武装在红海和亚丁湾水域加大了对美英以及以色列商船的打击，甚至多次声称成功对美军舰艇展开打击，包括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3号，胡塞武装用数枚导弹在亚丁湾袭击了一艘名为格罗顿号的货轮。格罗顿号货轮所属公司旗下有船只停靠以色列港口。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多家媒体证实，格罗顿号当天在也门附近亚丁湾2次遭袭击，没有人员伤亡。这也是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遇袭后，胡塞武装做出的最新动作。去年12月，拜登政府启动旨在确保红海南部海域的航行自由的繁荣守护者行动，目标就是胡塞武装，但美军的反击却难有成效。其中一点就是对付胡塞武装成本太大。虽然美军也多次宣称拦截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但使用的是单价高达210万美元的标准2导弹。反观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单价只有2000美元。在经过8个多月后，繁荣守护者行动事实上已经失败。美方已悄悄降低了对该行动的支持水平。美国和北约船只在也门海岸附近的行动强度急剧下降。对于美国而言，尽管它拥有着非常强的军事实力，但是这种一过性的空袭式的这种的打击，对于胡塞武装而言，它本身所造成的这种伤害相对较小。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仍然在不断的丰富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能力，比如说在红海上的相关行动。那么这种海陆空各个领域的多方的这样的一个出击，也使得美军在去应对胡塞武装方面来讲，显得越来越捉襟见肘。